你好，我是獨活男子 Leslie， 歡迎收看我的日本生活記錄影片。因為京都而愛上日本，相信很多人都跟我有一樣的感覺。京都旅遊漸漸變成每年一次的儀式，好像不來這裡觀光一下，心靈就無法沉澱下來。但是經常來京都，清水寺、金閣寺、二條城這些名勝，早就變成可以倒着走的後花園。京都還有哪些可以避開人潮、值得一遊的景點呢？分享4間位在京都郊區、交通不太方便，但絕對讓人難忘的寺廟。下次的京都旅行就安排起來。作為京都17處世界文化遺產的其中一處，比瑞山延曆寺的知名度不低，甚至整座山都是能量景點。但是交通有點不方便，要換好幾種交通工具才能到達。從初町柳坐瑞山電車到八瀨比瑞山口站，再換乘2次纜車，才會到比瑞山山頂。比瑞山延曆寺範圍很大，包括東塔、西塔和橫川地區，全部都參觀要花上1整天。到了山頂，先坐公車到橫川地區，從最遠的區域開始參觀。橫川中堂的正殿是以遣唐使船為原型的建築，正殿的下方看上去就像是一艘漂浮的船。圓山大師堂據說是神籤的發源地，可以在這裡求個護身符來辟邪。來比瑞山延曆寺，可以拿着這張地圖到每個景點蓋章，除了可以找到每一區的必訪景點，還可以深入了解7大不思議的傳說。接着往西塔的方向前進。西塔的正殿釋迦堂是14世紀的古蹟，是延曆寺現存最古老的建築。原本是山景寺的正殿，豐臣秀吉在1595年將它搬遷到這裡。旁邊的樹不知道幾歲了，在底下抬頭看都看不到樹頂。長行堂和法華堂中間連接的走廊被指定為國家重要文化財產。據說變慶用肩膀扛着這裡，也是必看的景點。附近的淨土院有個白沙庭園，非常安靜。走進來會覺得好像進入了另一個世界。這裡有很多比瑞山7大不思議插畫形式的海報。回家後上網查了這些故事。雖然是傳說，但還蠻有警示的意義。最後到東塔，這一區能參觀的古蹟建築很多，也是最先開創寺院的發祥地。
這裡是日本佛教的中心。可惜的是，根本中堂正在進行10年的大整復，無法看到完整的外觀，只好用虔誠的心靈好好感受這裡的能量。離開前可以到延曆寺會館休息一下，看看琵琶湖。點一份提拉米蘇，店員會先問出生的年份，然後在提拉米蘇上用梵文寫下對應年份的祈福文字，是個很特別的體驗。回程從延曆寺纜車站坐到坂本纜車站，再搭巴士到 JR 比叡山坂本站，這樣就可以不重複，而且看到全部的重點。山景寺是位在琵琶湖南邊的古老寺院。正式的名稱為長等山元成寺，建立於7世紀。其實我本來不知道這間寺院，是在比叡山拿到那份可以蓋章的地圖，上面有標注這裡，我才知道這裡有一間超過1200年歷史的古老寺院。這裡是天台宗門派的總寺院。歷經了元平之亂、南北朝之亂，但每次都能被重建，所以有人用不死鳥來形容這裡，被稱為鳳凰寺。入口的仁王門是德川家康捐贈的，兩側供奉室町時代的仁王像。金堂是山景寺的正殿，是桃山時代的建築，被指定為國寶。堂院的三重塔是從奈良的世尊寺搬遷過來，被指定為重要文化財產。這座三重塔還出現在電影《神劍闖江湖》裡面哦。在境內高處的觀音堂是西國33觀音聖地中的第14寺，每33年才開放主像參拜一次。山景寺有個有趣的小地方，就是在釋迦堂這裡掛滿畫成幾何數學題的算額繪馬，看來在這裡參拜也是很考驗腦力的。整座山景寺慢慢逛，要花一整個下午。這裡範圍很大，但人不多，可以獨享寧靜，沉浸在歷史的懷抱裡。坐阪急京都線到東向日站，再換公車大原野線66路到善豐寺站，終於到了西山善豐寺。要爬這個很陡的坡才會到。這裡是京都洛西觀音靈堂第一番扎所。拜交通不便的原因，這裡觀光客很少，成為一個寧靜的秘境景點。西山善豐寺整座寺院都是古蹟，用回遊式的參拜路線，可以參觀完所有的建築。
游龍之松有日本第一松的稱號，推測的樹齡有600年以上，以龍的形態盤踞在山腰，是國家指定天然紀念物。這裡是京都西側的高點，可以鳥瞰市區景色，視野非常開闊。秋天顏色層次豐富，但是山上溫度比較低，而且變化快。待在這裡2個小時，經過好幾次的晴雨變換。但是這裡並不是2個小時就能參觀完，而是最後一班公車3點20就離開了。所以最後我是狂奔下山，趕末班車才順利回到市區的。雖然交通難度高，但是這裡的景色絕對值得來一趟。說到高雄，第一個反應是台灣南部的城市，但京都也有個叫高雄的地區，位在京都西北邊的郊區。因為地理位置的關係，這裡是京都最早的紅葉。神戶寺是真言宗佛寺，也是弘法大師的聖地，有豐富的文化財產和歷史故事。不過要參拜之前，要先翻越非常多層的階梯。進入山門後，紅葉像是張揚的火焰，咬紅了眼前的景象。In the smoky light and in the rain. 通往金堂前的這排階梯，紅葉季總是吸引攝影師和愛自拍的遊客。爬上階梯，金堂依舊嚴肅，但回頭看又是另一番景色。金堂經歷過好幾次的燒毀和重建，現在看到的金堂被譽為昭和時代的名作。神戶寺收藏17件國寶和2833件重要文化遺產，每年5月有特別展覽，喜歡歷史文物的人可以來看看。往地藏院的方向走，原本被樹林覆蓋的道路豁然開朗，還可以看見層層的山谷。這裡有個讓人投擲瓦片祈求福氣的地方，只是我一直沒找到這個瓦片到底要投到哪裡。神戶寺除了有國寶和紅葉，高雄這一區也有一些傳統的日式旅館。有機會我還會來體驗不同的遊玩方法。世界上沒有第二座城市能像京都一樣，讓人平靜卻也令人沉迷。古老又迷人的文化，精緻且講究的工藝，看似冷淡卻隱含熱情的美學表現，創造出只屬於日本的獨特魅力。寺廟集合了佛法、建築、藝術、庭園、精進料理，展現這種獨特魅力，所以才會讓人一再的想來參訪。那麼，在京都，哪間是你會一直參訪的寺廟呢？